上这幅画呢，也会在不同的时候到世界其他国家去进行巡回演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来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看到的是原画。都需要花上5年的时间才能织上一块这个比较精致的羊毛毯啊。现在游览的巴黎塞纳河哈，这个太有名了哈，也太漂亮了塞纳河。我们今年其实推出了2个团体哈，一个是因河比法啊，一个是河比法而已多国之旅哈，在西欧。那我们现在呢，游览在这个美丽的塞纳河上面看着这个首都巴黎最具历史意义、最浪漫的艺术啦、文化啦、美嘞哦，你要怎么称呼它都可以。最漂亮的塞纳河哦，法国的第2大河哦。那这个巴黎市中心的河道以人工石切合体哦，它这一条河是自然的，但是呢，它这个人工河道其实是是石头砌的，就是人工的这样哈。塞纳河上盖有名，主要是因为因两边呀呢。所有的建筑都在塞纳河那边啊。法国人以河水的流向呢，将塞纳河的北岸称之叫右岸，把南岸呢称之叫为左岸。那左岸呢，就是最有名的咖啡店的林立，所以咱呢叫左岸咖啡。那右岸呢，变成是巴黎主要的商业区甲政治中心。那左岸的拉丁区咖啡店弄底下，所以呢，两岸之间呈现不同的风情。塞纳河还是可以在船上吃饭的哦，可以游塞纳河，边在塞纳河上吃饭，会经过西堤岛、圣路易岛环绕一周哦。这样的游程呢，真的我一直觉得游塞纳河是CP值最高的哦，价格不贵，又可以看到最美丽的风景哦。那包括这个有的搁在塞纳河吃饭的哦，这真正太赞了啊！塞纳河真美啊！所以我常觉得其实不一定不一定要有很一个国家有的人说去过一道就好啊，在我个人来讲我不觉得一个国家去过一次就好，就像巴黎巴黎真的我来过很多遍我可以来那么多遍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就代表这个城市有它吸引人迷人的地方那当然我们沿路上呢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个圣母院那这一个鲁迪西亚意思为泥泞的城市呢，那当时很多人呢把这个泥泞的城市呢把它蜕变成艺术之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聊聊这个观光船在游览西堤岛跟圣路易岛的时候呢，这个岛跟岛之间呢，我们这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过这个西堤岛跟圣路易岛之间的12座的桥梁连接的在巴黎的塞纳河宾馆看了12座桥上盖有名的就是圣母院你头前左手边正前方11点钟方向，荧幕上看起来11点钟，那个就是圣母院那这个地方呢，原本是巴黎塞纳河当中的沙洲也是巴黎人最早人定居的地方在右手边这个西堤岛。那西元前1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为了防范来自莱茵河的敌人呢，在塞纳河当中的沙洲建筑要塞，这变成是巴黎开始的起源。有没有看到圣母院我很喜欢的圣母院那这附近呢，还有我之前说圣母院附近有很有名的这个小吃沙威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带着爸妈去旅游其实就是要下到这个地方来那个要门路知道的刚跟爱搞不知道这一团大家有没有舍过来家夹这个沙威玛那当然呢，当时的高卢人呢，也就是巴黎的这个第一批来巴黎的人，就把当时的西堤岛呢称为泥泞城市没想到今天的泥泞城市竟然变成如此的这么的有风格，艺术气息这么的高。这当时我相信
都是想象不到的哦。如今的巴黎蜕变得让您不敢相信啊！经过100年之后呢，巴黎依然如此的这么美丽啊！也就是因为巴黎维持留下这么多美丽传统的建筑，所以每一档都吸引这么多人来到这个所在来佚佗。这一趟的巴黎之旅呢，因何比法呢？为什么走的行程可以比较不一样？因为以前呢，我拢行那个荷比法瑞意啊，那个行程行起来你每天跟太阳在赛跑，追逐着月亮追逐的太阳啊，跟这个月亮在赛跑啦跑得要比月亮快有日头先赶紧Radisson这是咱今天到的巴黎饭店这条因何比法因为少了一个路途非常非常遥远的瑞士跟意大利这整个行程走起来呢，就你顿时之间呢会变得比较轻松很多轻松很多。所以这个是这一趟的这个因何比法呢，我觉得呢少了一些些的行程，一些些的点呢，你整个行程忽然间顿时变得轻松起来，大家也有时间在巴黎市区上这一个凯旋门看看巴黎铁塔那今晚咱所看的呢，这个是 Radisson， 在法国巴黎有很多的这一种饭店，都是属于那种具有个人特色风格的饭店所谓的旅店这一些呢做的呢，你不要看小小的，但是呢这种旅店呢都还蛮有创意的，发挥这个法国人他们的这一种想象创意发挥法国人这种精神把整个旅店呢布置得非常的艺术又非常的浪漫，所以你到巴黎你大饭店的时候呢，那我感觉这个感觉还不错感觉也很特别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今晚就住这儿啦。现在我们所要开始走的路线呢，又开始今天的巴黎之旅啦今天巴黎时间较早协和广场是咱今天要去的。那沿路上这可能是大家对等饭店出发的情景协和广场但巴黎核心地带以埃及的方尖碑为核心，是巴黎最重要也是最美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富戏剧性的广场呢，不管是法国的历史或是它的景观，都让人留在这边。它可以说是欧洲上盖水的宫顶
真的啊，这个协和广场呢，跟一般的广场我感觉不一样，因为它带有非常这个浓厚的历史在这里面哦。尤其是啊，这个协和广场的后边就是啥罗浮宫啊，一个对头前行的巴黎铁塔。你来到中国呢，很多人会说呢，就是在中轴线上，它也是在一条线上面哦。那就在这一个它的右岸，也就是塞纳河啊，塞纳河马蹄也边啊，这个就是协和广场。你问啊，那你定要搞啊？因为咱先经过张来过这个凯旋门，凯旋门的后边个行过就是协和广场，协和广场个后边就是这个罗浮宫，这是刚一条线。那当今的广场是1836年到1840年间，由这个设计师布利尔所设计出来的。它几乎完全开发性的空间，仅有2栋古色古香的柱台型的建筑物哈。那当然再过看哈，这个是法国的海军办公大楼，这个是高级的旅馆。设计成8角多边形的广场，今嘛讲唔是哈，我阿伯讲，因为迄个所在介绍较长，我惊翕了无介，这是今嘛先甲讲的哈。那整个广场呢，以埃及粉红色的方尖碑作为它的核心但呢，那看到方尖碑，马上就是这里又是昨天的香榭里舍大道。这样了解哈，香榭里舍大道探到底就是对，就是这个凯旋门，我人看每个就是凯旋门，凯旋门跟对后边行的就是协和广场，录音也会录掉呆掉哈。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协和广场，那车子呢车游到这个协和广场呢，我们下了协和广场来看看哈。一般通常我们之前在这个多国之旅的时候呢，要下来到协和广场呢都不是很容易哈。今天呢我们就有下来这个协和广场看了哈。那当然最重要的哈，自由女神哦。正义女神啊，龙舞这边啊，两边东西哈，很多的雕像。那我们现在看着这个，它遥望的前方是什么地方呢？哈，你看头前看嘛哈，等于在看的方尖碑。那这个广场上左右对称的2座非凡的群像雕像哈，这个是什么呢？灵感来自于梵蒂冈啊。广场的8角处设有一座象征法国主要大城市的雕像啊。这个呢有一个生动的马的雕像啊，这个所在呢你们也是看到啊，这个所在就是方尖碑，还都看到那个关关的那支有无？关关的那支就是方尖碑。这个方尖碑呢管呢2.3米啊，重200几公吨啊，220几公吨啊，忘记了哈。这上面全部都是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前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送给法国国王查理14的礼物，直到1883年。路易菲利普才送到了法国上这个物件，当以前你甲看，我送你甲搞到你手头，爱偌久的时间呢？那协和广场呢，其实呢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故事呢哈，就是呢也是法国国王呢被斩头的所在哈。1793年的1月21号星期天，在广场上安置了断头台。为什么呢？因为呢，1770年当路易16与玛丽安东尼特结婚的时候呢，曾在这个广场上盛大的放着烟火。这个广场呢，其实在法国革命前呢，称为路易15广场。在这个路易15，所以在这广场上面可以看得到路易15骑马的大雕像。对，1770年的时候，路易16。跟玛丽安东尼结婚的时候呢，也放烟火在这边，不过呢，让成了百人的灾害啊。这个雕像呢，在法国社会大革命的时候呢，在1792年呢被拆掉，被改名叫做革命广场。接着在1793年的1月21号呢，在这里呢处决了谁？路易16国王。接着皇后玛丽安东尼特呢，这个地方前后后。总共有1300多个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处决，最著名的还有罗朗夫人，还有这个很多同党的弟兄们哈，处决一直到了1795年呢，这个处决呢才正式结束，并且重新把这里宫顶协和广场命名为把这个当时的这个革命广场命名为叫做协和广场。所以我讲呢。在巴黎的协和广场这一个充满了历史文化的地方呢，很不得了。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哈，那离开了协和广场之后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圣女贞德
法国最有名的圣女贞德，她当时呢也在这个对法国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跟历史记载哈。如果对这个圣女贞德的故事有研究有了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哈。所以这条路咱继续看了，等一下呢，再经过这个圣女贞德的那个碑啊，它的雕像在那个地方，而从这一条线一直往后面走呢，就会到达我们下一个要抵达的景点，叫做罗浮宫哈。有没有？在这边呢，就是这个圣女贞德，我看了一本哈。前面有一个雕像哈，哇，这个拍的超远的哈，这个雕像呢我们这条路现在是往罗浮宫的路哈，所以这个雕像呢，往罗浮宫的路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对法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圣女贞德雕像啊，要放在这边。还是很多时候会有人来凭吊它哈。经过这个圣女贞德后面呢，这整个周围开始进入了罗浮宫的外围展区哈。这个曾经是法王的宫殿哈，所以呢，它才会盖得那么的这个大哈。有的人不了解，有的人会感觉讲像那博物馆遐大哈，无这就是因为以前国王的宫殿。那今晚咱今日来带呢，我们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就是看到了这么大的广场，也可以看得到玻璃的金字塔。因为进来带呢，你得在看到哈，从这个广场跟广场斜连接之间呢，再往后走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最有名的贝先生所设计的这个这个玻璃金字塔，就在这个广场上面啊。这嘛是所有观光客必游之地啊，一定爱来游览的我讲巴黎真不止来一次，我相信很多人来了巴黎好几次都很喜欢，有没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罗浮宫，这个就是罗浮宫的上头，也可以看得到这个玻璃形态的金字塔形那今晚呢，这个金字塔呢，行礼拜了呢，它进来里面之后就变成上面是金字塔，下面是倒的金字塔，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走到里面来。那为什么走到里面来？很简单的，因为金字塔底下就是卖票的地方呢，Uber。这真叫厉害设计这个这个设计师的头脑在想什么不是我这种泛人等能够了解得到的所以他们有时候设计出这种几何啦、这种对称啊、这种建筑物呢，真是不得了。来，那一样，我们现在准备进入罗浮宫，准备看罗浮宫珍奇宝物还有三宝。那罗浮宫呢，它是一个 U 字形的那个结构，它的博物馆主要是三块，这一块、这一块和这一块。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这边呢，就叫蓄力馆，或者叫苏力馆。这个是翻译上的不同。那这一片，这一片的馆藏它主要是以什么呢？它下面有介绍大家背面也有些信息可以看它呢就关于就是原来的关于希腊这个中世纪的欧洲包括罗马那我这边
品啊。可是那个猎人好像是女生。对对对，她是女生哦。这个就是宙斯的女人啊。女神，对啊，看起来好像是女生的脸。她也叫做是月亮仙子。看到那个脸的好像是。大家可以看到她，就是说她这个神路啊，就是那个。我们进入了举世闻名的罗浮宫。我们进入到罗浮宫呢，当然就要看看那三宝。法国巴黎的罗浮宫是世界上上盖宏伟、上盖有名，现在博物馆其中一个啊。这个罗浮宫呢，上盖有名的收藏品有三项，气候所有人叫做罗浮宫的三宝啊。罗浮宫的三宝呢，到底是哪三宝哦？罗浮宫到底长怎么样？罗浮宫为什么这么有名哦？来过的你就可以知道哈。罗浮宫以前是法国国王的宫殿。一定有8世纪遐久的历史哈。根据罗浮宫的简介哈，这个法国的国王查理五世以后呢，罗浮宫的艺术收藏品呢的当家呢，越来越具规模。所以呢，我们来到罗浮宫会惊觉到说，哇，这罗浮宫那起了遐大，因为它以前是国王的宫殿啊，不是一开始就盖博物馆的哈。那现在呢，里面呢藏有超过30万件以上的艺术品哦，加在美术上顶管最有名的艺术作品，拢放伫罗浮宫内底哈。看罗浮宫，会使等于是看西洋的艺术历史小讲哈。所以呢，对于这个介意美术的啦、油画啦、雕刻的人哦，这个所在简直就是你人生的必到地方哈。那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罗浮宫，从它上面到一直到下面的玻璃金字塔，再一直到罗浮宫的车站呢，都充满了罗浮宫的风味哈。那罗浮宫的正广场呢，也就是有一个有名的玻璃金字塔啦。中国最具有名的建筑师贝先生所设计的哈。那我们现在呢进来到这个罗浮宫里面呢，罗浮宫的安检其实蛮严格的哈，而且罗浮宫呢它有一定的限制呢，一定要导览员等等呢100传盖 A 塞哈。所以在这里面呢很特别哈，在这里面呢你要欣赏呢，你要必须经过层层的安检才能进来。不同的颜色，逼真的反映每个人物的这个表情和肖像。在画这个在这看，大家都知道这个小房子现在这样，这个就说都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织上一块，就说比较精致的羊毛毯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我们看到那么大的这个画毯，当时在。那我们来聊聊了罗浮宫的三宝是哪三宝？罗浮宫的第一大宝就是达文西啊，这个不是现在这一幅哈，但是小王必须要介绍哈，因为他们拍的人呢，跟实际上呢我要讲的人，也许呢会对不对哈？我想要介绍三宝，他们不一定拍的三宝，他们搞不好拍了100多宝哈，所以呢，我必须把最有名的在罗浮宫里面的第一大宝就是达文西啊，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大家都蛮广啊，蒙娜丽莎闻名全世界。即使只是这么一幅画，很多人千里迢迢来到了罗浮宫，就是为了看他一眼。虽然到底现在人家说为何他在笑啊？虽然现在人家说为何呢？他这幅画是新的旧的啊？是真的假的？我们都不管啊。但是看蒙娜丽莎一定会把整个大厅挤得满满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的哈。那蒙娜丽莎完毕之后呢，还有呢就是包括里面的意大利的油画展览厅呢，非常特别。那罗浮宫太大了，就找不到蒙娜丽莎也没有关系，因为在所有的出入口都会告诉你蒙娜丽莎它在哪，所以它变成三宝了哈。三宝当中比较没有名气的就是古希腊的双翼胜利女神了。这个胜利女神呢，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地方一个坑里劳推靠压哈，围在这边的群众比较少，但是因为它是罗浮宫的三宝，这个双翼女神呢独特的一个长长的展览馆很特别，它也是非常值得的。这个双翼胜利女神呢，原本在希腊海岛悬崖上被发现了，法国人千里迢迢的把它运回来当宝贝，带到法国。不了解为什么这是三宝之一嘛？仔细一看，你才会觉得这一个雕刻令人赞叹啊！因为女神的滚啊，可以有风吹干在被风吹动的这个波动啊，是栩栩如生啊。那再来就是第三宝啦，维纳斯女神像。维纳斯太受欢迎了哈，即使在这么一个长廊当中呢，你还是可以看挤满了各国的观光客在这边哈，发现这个维纳斯的女神哈。在参观这个维纳斯的女神呢，我们要看的这个雕刻是什么？看到她身体上的那个这个肌理纹路线条哦。你看我们佩佩拍得很快，代表她对艺术可能兴趣不高哦，她没有去拍到这个特点哦。上面你看都是一些油画、浮雕画哈。
你看整路开过去都是哈，你看维纳斯却拍了一点点了，没关系啦，反正我们也看不懂我啦哈，我们就看一看罗浮宫的名宝只有这3样吗？不是啊，太多了，讲都讲不完了。这不跨冷沙刚他跨海料，甚至还有埃及的古文物馆等等呢，都是哈西班牙的油画区、拿破仑的皇冠，哇，太多了，你看真的都看不完啊。但是呢，没有办法，观光客来这边呢，我们是观光客嘛，我们一定要重点赶快看前面那个就是什么胜利女神咯，那个断掉双翼的胜利女神，快点吧啊，这个就是了哈，双翼胜利女神啊，原本在希腊海岛上被发现的啊，把它运回来啊，因为它的这个雕刻，你看又没有去拍到圣女女神那个裙摆哈，那个裙摆才是圣女女神真正要欣赏她的地方啊，要懂得拍哈，要对这个艺术品了解，你就拍得到哈。奶奶呢，小刘哈正在为我们讲解里面的油画历史哈。还有一些呢就是关于法国的一些这个故事和人物啊，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这边有。工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蒙娜丽莎呢，是其中的一幅最有名的一幅画啊，这也是世界名画。那这幅画呢，是在1551年的时候做的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到现在的话啊，也差不多要这个5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这里呢，现在呢，这里刚刚炸掉而已啊。好，对它做一些这个，就说真空的这个处理。因为蒙娜丽莎这幅画呢，也会在不同的时候到世界其他国家去进行巡回演出，就是说巡回的这个展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来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看到的是原画。那如果在有外展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会有告示，同时呢也会放一幅这个就是说蒙娜丽莎的这个像在这里啊。
哎，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倒三角形的玻璃金字塔啊？那得过来哈，外面是正的哈。现在我们在罗浮宫的罗浮宫里面哈，这也是售票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等的倒三角形的金字塔啊，灰熊五名啊，法国巴黎啊，太美了，太美了啦，太赞了啊！看了家呢，又知道呢，我们这一次的因河比范呢，又快进入尾声了啊，请各位放心，每一年每一次你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你放心。这些行程、这些季节性的商品，我们在每一年每一个固定的时候，我们全部都会推出来。所以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我们每一年所推出来的行程呢，阿伯你得在蜀先注文呢，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摄影团体。刚小基岛哈，13个人而已啊，非常小的团体啊。我们不谈赔不赔钱，因为为什么？因为既然我们出了这个团体，我们就是要把最美丽的风景带给这13位观众朋友，也要带给全台湾的观众朋友不一样的视觉感受。感谢您哦。等于说这三栋房子都是老那为了就是说让大家比较清楚知道这些东西的话呢，请大家都跟我上去，我请他们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这样子呢，对，老佛爷呢。